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又请来了两位嘉宾，在这个 AI 领域都有非常好的建树。一位是Eric 是巴卡 AI 的 founder and CEO，欢迎 Eric。哦，哎，好的，嗯，另外一位是 Roger 是 Embedding VC 的创始人，Roger 你好。大家好。好，欢迎两位哈。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一个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哈。也是第一次，咱们这个创始人和投资人一起来聊，在我们节目里啊，也是非常有意思。这样吧，两位都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或者是那个 fund，让这个听众朋友有所了解。Eric，要不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呀，对，我简单介绍一下啊，大家好，我是 Eric 我是 Bug AI 的创始人我们是一个Gen AI 的一个 AI startup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方向是在 build 一个 AI agent specifically for 这个叫 SRE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 这样一个 domain 在整个的大的 Dev tooling 当中我们在 focus on 这个叫 Production Reliability，主要是这个方向的问题。那我们的主要的这个产品的 goal 呢，就是希望帮助 software company 让他们更快、更好、更省力的去resolve 他们这种 production 的 incident。那对于公司来讲，也是节省他们的人力成本，同时让他们的 uptime 提高，然后对于这个公司的loss revenue包括 loss 的一些声誉都会有这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几乎是在所有的这些software company 当中都是比较普遍的。然后这也是我过去工作当中最大的一个痛点所以非常兴奋和一些小伙伴一起利用这个新的技术Gen AI 的技术来 solve 这样一个可能 decades ago 的一个痛点。对，所以太棒了。很高兴跟大家多聊一聊。太棒了，太棒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 software 或者是 internet 行业，一些重大的事故是往往造成直接损失巨大的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利用 AI 在这个方面能够呃减少一些这种情况的发生，或者是能够减少损失，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任何公司的业务都是有一个 huge 的 impact。不知道 Roger 是不是也是看上了这一点才投的 Eric？Roger，你要不要当然，讲一下当然，情况？对，对，我可以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嗯，家好，我叫 Roger 罗，我的中文名就叫罗杰，我是Embedding VC 的创始人。Embedding VC 是一家在硅谷专注于投资早期的原生 AI 应用，还有AI 软件的中间层，就包括开发工具的早期 VC。我自己在 AI 领域搬砖20年。最早是我是2011年拿的 machine learning 的 PhD，然后之后在雅虎的研究院、Snapchat 还有 Niantic 都工作过。之前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创立了 Snapchat 的研究院，然后之后还在 Niantic 就是 Pokemon Go 的开发者做过 Head of Machine Learning AI。离开 Snap 之后，我们还做过2次 AI SaaS 的创业，作为联合创始人。然后其中一家公司我们成功退出，另外一个我们从硅谷几家头部的 VC A16Z、Lightspeed 跟 Melo 一共融了60 million。之后中间也为了了解创业圈，所以为了自己创业做准备，也参与了很多作为 venture partner 跟天使投资人，参与了很多天使投资的项目。然后其中就是软件跟开发工具是我们很 focus 的，还有 AI SaaS 是我们很 focus 的一个赛道。那现在终于在23年底的时候，刚好之前的一段项目结束，然后 join the dark side 变成一个全职投资人，然后 launch 了我们的 embedding VC。厉害厉害！您能光说一下是怎么投到 Eric 头上去的吗？中间有什么故事给我们说说呗？嗯，对，我也可以先对，分这个。首先，对，我觉得很重要一点，这个我之前跟 Roger 我们也有应该有2年，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两年多吧，一起在 Snap 工作的一个经历。当时我主要作为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个 side，然后 Roger 和他的 team 主要做 machine learning 的算法这个 side。
我们合作了蛮长时间，所以互相也都这个比较了解，都比较信任。然后自从我是23年开始创业，然后Roger 也是前辈，这个创业的前辈，有很多的经验，这个向他取了很多的经。所以几乎是从 day one，我记得很早我们就开始打电话，就那会儿真的就是 purely idea，对吧？有很多 random idea，然后也得到很多 feedback。然后对，我觉得到后期，当我们项目开始慢慢成型，然后也确定方向，然后就像 Roger 说，这个 AI in depth tooling SaaS 这个 space 肯定是一个非常 clear 的 opportunity。然后我们解决的痛点也是非常 well known，同时又是我觉得 Roger 也是相信我们这个 team 吧，有这样的 background 和这样的过去的 experience 来 solve 这个问题，所以最后大家走到一起，然后一起合作。就是太棒了。补充一点，就 Eric cover 的非常好。最早Eric 在探讨创业方向的时候，我们也 ideation 过很多不同的 idea。之前几个 idea 就是我自己没有那么感冒，也经常给他很多就是比较 honest 的 feedback。但是当 Eric 就是最后converge 到了巴卡这个 idea 的时候，就是我觉得 idea 非常的make sense，因为我们当时在也一直在寻找各类的 AI teammate 的方向，就是 AI 现在大家很多人叫它 AI agent。但是就是我们看好它在一些行业的应用，但首先工程 engineering 又是第一是我们最熟悉的行业，然后本身那个这些 AI 的智能、大语言模型的智能在这块也是发展最快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另外一点还主要是团队，是吧？就是Eric 跟他的团队，其他的几位一起创业的小伙伴，我们也都一起共事了很多年。然后大家作为工程师出身，也特别的懂这个痛点，能够然后能够帮工程师解决这个痛点，也能够很好的引起工程师的共鸣，然后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对，嗯哼。所以就是然后那个很快的就是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早期的创立中，然后支持了 Eric。对，我觉得可太棒。能再稍微补充一点，我觉得现在 maybe 我在25年了，我也知道我们不是唯一的团队在 solve this problem，然后但相对来讲，这还是一个相对小众一点的赛道。我觉得大家在23年的时候，大家唯一在考虑的都是GitHub Copilot、Cursor，那会儿也刚开始火嘛，然后就是在这个 AI in generating code 这个部分。我觉得大部分的大家的思考更多是 OK，engineer 主要的工作就是写 code，这可能是大部分不是 engineer 的人的 stereotype。然后那 OK，那所有为 engineer 做的事情就是帮大家 generate code。但我觉得在真实的环境当中engineer 写 code 的时间 maybe less than 50%，甚至可能是30%。你有很多的在工作在你的整个的 life cycle，或者我们管它叫 operation，对吧？你的整个你要做一个operational excellence 的一个 engineer。所以我们 focus on 的其实是在 complement AI 写完了 code 以后 what do you do， 对吧？你还是需要去 maintain 它。所以可能可能 maybe somewhat 也是这个 contrarian view。当时跟 Roger 交流过以后，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当时大家还没有形成共识的一个 point。但又是一个嗯 clear 的一个 opportunity。嗯。那我们就不得不来好好聊一下你们这个 idea 了。说实话，我们最开始我们来聊你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团队是怎么想到要去运用 AI 解决这个，就是说一些重大的故障啊，一些downtime，呃，怎么想到要用这个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你初一听这个问题吧，你好像觉得这事情跟 AI 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吧？这个比方说这个 site down 了，那就 down 了呗，对吧？那这个 AI 能做啥呢？那不要说 coding，大家一听就哦，对吧？这 AI 可以，比方说把这些 code 都写出来，你很自然而然可以联想到。那这块其实这个连接跟 AI 连接其实并没有那么 strong 啊。
所以我最开始其实很感兴趣，就是你最开始是怎么把这两个事情给联系到一起的？因为它这个切入点还比较 unique，不是那么的 straightforward。对，我觉得可能从几个角度吧。我觉得最number one 的可能就是还是足够痛。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我觉得在大部分的硅谷的公司，大家都没有很少有一个职位叫做全职的 SRE 了。这个可能 Google 有，然后 Uber 可能有，但是慢慢的，尤其是你可以 maybe look at 所有的2010年以后发展的这个成长的公司，都不会有一个 dedicated person，他的 full time job 就是我帮你去这个 side down，我去解决。运维，对吧？在维护这些东西。对，所有的这个 model 都是叫做 DevOps，对吧？就是你白天写 code 的对，晚上你要去维晚护。上维护，晚上所以如果去采访 engineer，我就是 I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但我觉得90%到95%的 engineer 都会说 I hate this，对吧？没有人真的，我在我的十几年的 career 当中也遇到了真的就是5% 的人，他 fundamentally 真很 love 这个事情，他很 take it very proudly。Majority people 大家更多的是 OK，我的主要的 focus 还是我 launch 新 feature，对吧？写新 code，然后这也是 how engineer get compensated，然后和 get promoted，对吧？就 to be very practical。所以首先就是这个是所有 engineer 几乎你问他是最 least like part of their job，很多 engineer 真的就 literally quit the team 或 quit the job 就是 for this。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我们最初的一个初心，就是大家真的人在 suffer，然后 by the way 就你是因为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很长时间，对对，吧？我就想说，就 unfortunately 或者 fortunately，我就是这个人。当然我可能是属于那个5%，我确实蛮 enjoy being able to do it 当然这个也有一个你会 take a toll，对吧？就是你可能你前3次你能解决一个很大的 audit 值，你非常的兴奋，非常的 proud，但是这个会有一个 reinforcement loop，公司会觉得 OK，你可以解决，那 next time 还是 you，next time 还是。你没有you never get out of it，对吧？只有你 quit 了这个 job，你才可以 get out of it。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从你可以说某种程度是 cultural 的问题导致的人真的在 suffer，而且是只有非常少的人可以去 solve 它。我觉得这个是最根本。哎，我们然后聊一聊 Suffer 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得好好展开聊一聊。就据我的感觉啊，我觉得可能虽然我以前做 engineer 的时候倒没有 on call 过，但是也确实出现过比较严重的 bug，然后大周末的跟着我们的 director 两个人一起在这里结对编程，这里改 bug 也是很 suffer 哈。但是我相信更多的 suffer 可能是第一是 on call，就是这种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的状况，而且是不管你在哪出了问题以后，你必须要多少分钟内要去上线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最痛苦的地方吗？是这个事情本身，还是说是这种不确定性，还是说他对你的这个一个人的压力，或者说随时给到你一个 pressure 在那个地方，这个压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是最痛？我觉得你说的几点当然都是有的，但我觉得可能再往深的一点，就是 uncle 这个概念，在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它也没有那么的 make sense，因为现在大家 software 的变化越来越快，尤其随着 AI 的这个加入，对吧？只会有越来越多的 software 产生，然后 iterate 越来越快，最后发生的就是只有少数的人对于某个 particular 的 area 他是 expert。对吧？无论你可以有一个 rotation，你可以有一个这个 20 people 的 rotation，the most likely 就还是那一个人，所以更多的是这种就是 responsibility，你永远无法去 get out of it，而且真的是365天24小时，you will always be on 然后对我觉得就 personal experience，因为我在 Snap 时间比较长。而且我负责的这个 system 是 Snap 的几乎所有的 revenue 的来源，所以每1分钟 down 就是 literally几个 $1 million的 revenue，对，然后又 unfortunately 就是，我就是那个365 24/7的那个人，所有的事情他只能 bubble 到我这里，我再不上去就是 VP 了，就我不可能再往上面让他来去帮我 handle，所以 VP 也只是会打电话把你我也可叫起来，以是打电话继续来 找你。handle 这个问题。对，exactly，对，所以到最嗯后的情况就是，365天24小时，有一个几百个 million 的 DAU 的人，几个亿的人在用
同时几个 billion revenue 这个 per year I had 的东西，只有我一个人可以 solve。某种程度来讲，我可以给你讲一个非常就我自己最 interesting 的一个这个 incident handling experience 吧。对，是我忘了，大概是2019年吧，疫情前19年。我那会儿正在休假，然后我正好是在从香港飞回 San Francisco 的机场，马上要登机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主要的 revenue generating product 就挂掉了。然后哎呦，呃，而且那个挂呢还不是我们的挂，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interesting point，就是其实现在的 software 不是一定是你自己犯什么错了，其实是我们最后是 Google，我们是 rely on Google Cloud GCP，啊，有一个非常大的 outage，但 GCP 1 hour 就 recover 了，但 Snap take 24 hours 才 recover。这个也是就有很多的，我就不 go into detail 了。但 by the way, 就 anyway 就我 get onto the plane everything's done，对吧？从 CEO 到这个 VP，所有人都5分钟就聘我一次，对吧？What's going on？这个 Where are we？所以我最后等于整个是13个小时的 flight，用了整个 United 这个 airline WiFi，在一部分跟 Snap 的 team，一部分跟 Google 的 team 在一起来在 troubleshoot，然后那天的 WiFi 其实还不错，这个所以非常的 luckily，基本上是应该是在2个小时，就是还有2个小时就到 SFO 的时候，最终 everything is resolved。对，这个 overall 可能我们大概 lost 了这个10个 million 左右的这样的这个 revenue。好但如果我没有当时在就如果 United WiFi doesn't work 的话，可能就 more 不 than 只是个命令了。哎对 more than double of this impact。对，其实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就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一个公司虽然就是也不大不小了，对吧？也是个 public company，但最终就是 rely on someone，他有非常多的 domain knowledge，因为我 build the system from scratch，我有最多的 domain，我才能把所有东西来 connect 起来。嗯，对，这个你当然回想起来这是个很 interesting 的事情，但是你还想你希望你是那个人在飞机上，然后来这个 hope 这个后飞机的 WiFi 可以 work 吗？就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再成为这个我这样的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suffer 的例子，也是我们就是很强的这个最初的原动力。为什么觉得 OK，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这个我不希望再有下一个这个坐飞机的人要 deal with this。你刚才对，描述这个这场景，这个这个故我觉得好事，像一个电影的一个，就很适合拍一个很紧张刺激的电影，对吧？从登机开对始出问题了，然后怎么解决，然后跟谁沟通，然后一直到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终于修好了，就可以拍个电影。是的，是的，我最后还在飞机还 take 了一个 picture，对，就是 嗯 everything resolved，take 个 对 snap 对，发给大家，OK，这个嗯。这个事情终于 resolved。对，Eric 这个故事非常 resonate with me。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 AI researcher 跟 scientist 可能都没有这种 on call 的体验，但是很多工程师都有类似的这种就是 horrible story about on call。然后我 happen to be 我刚刚加入 Snap 的时候，因为以前雅虎作为上一代的工程师的互联网公司也有 on call team，所以 never have to take this pen。然后，但我知道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然后因为我之前也主要都在做research 的工作，但在 Snap 我加入的时候，团队还特别小呢，当时才200人，所以 everything shift left，所以我们也需要做很多 on call 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团队开发了一个就计算机视觉的视频分析系统，然后需要去分析上传的这种 public snap。就不是用户之间互相发的 Snap，但是有一些就是 public 的，等于是信息流可以公开的。然后这部分的 Snap 在每年会有几天会有特别大的这种并发量，一个是那个万圣节，还有就是在 July 4th 的就是放烟火的时候。然后那个当年可能会有
十几个 million 的这种烟火的视频被拍下来，然后再用那个计算机视觉来分析。那时候还是16年，所以这方面技术都是特别早期，然后也并不是特别成熟吧。那当时团队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那天也是我是在我们有专门的 on-call 人员，所以我是出去在度假的，我那天在那个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但是一样还是出现了问题到我这。我那天我没有带电脑呢，我是用手机的 terminal 在那边做的这种解决问题，但是并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最后其实也就是你要加新的机器，可能还要跟 Google 那边做 coordination。所以这也是引发我觉得这里头很多的工作，有一定的 know how，但很多其实是机器能够被解决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当 Eric 找我讨论这个 idea 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第一特别有吸引力，第二就说是那个这是一件机器能够解决的事儿。那作为软件，我们如果能开发这种 agent，就能够创造特别大的价值。嗯，来，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怎么解决很核心的问题，AI 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它能够代替你，好像也不能够100% 代替你，对吧？但是能代替到什么程度？对，我觉得可能就 before talk about 这个我们是怎么解决的，我觉得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几十年存在了，就有软件，有这个互联网系统就有，然后所以一直有很多的这个attempt 在之前，但之前的 attempt 呢，大部分的是从 data 的角度，当然这也是就是上一轮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主要的，就我有 massive data，we hopefully to mine something，对吧？所以以前的主要的 attempt 是说 OK。比如说我有很多 log，有很多 machine log，有很多 metrics，很多这个 time series，对吧？我能不能做一些这种 causal 的 correlation，能找到一些 OK，如果这个发生了，是不是这个的问题？这些工作主要其实是在这个叫做 metric platform，比如说像 Datadog 这样的公司啊，比如说像包括这些 public cloud，对吧？这个 AWS 啊，Google 都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但是就是从真实的工程师的角度来讲，大家很少会利用到这样的一些工具虽然这些工具已经 widely available，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里边的 noise to 这个 true 这个 essence 这个 ratio 实在是太低了。因为当真实的 production system，你一个事情 fire 了，你可能有100个事情都在同时报警，报错，谁是 cause，谁是 effect，你可以说这两个东西 correlate，然后你可能 one of the 100 things，这个你找到的是对的，但是我非常很大 pressure，对吧？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去 OK look at all of these，然后你再去看人，尤其是 expert，他到底是怎么去解决的？他不会去翻这个 dashboard，翻 log，就 hopefully 就是大海捞针一样的。OK，我看到了这个，我看到了这个，就是这是 junior engineer 会干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 senior engineer 他其实是有点像这个侦探一样，他是在这个反向推理，对吧？通过 OK，我现在看到了些什么，然后通过我对这个系统的了解来反向 OK，那可能有3个可能性会导致这几个事情发生。那我怎么 verify 这3个可能性？那我需要看，我现在需要找一个非常明确的东西来证明或者证伪这3个可能性，对吧？然后我找到了，然后我再去再往下去推，一层一层的，最终找到这个 root cause。它是一个 top down 的，它是一个非常逻辑化的这样的一个推理过程。而之前的这个 attempt 都是从 data 向 reverse，从 bottom up 这么去走的。对，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认为就是最核心的，为什么之前的不 work，然后也是我们认为为什么这一轮LM 这个 GenAI 它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的点。回答你最早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真正的核心是这些 expert，这些 domain knowledge、institution knowledge，它其实就是它的自己的逻辑树，怎么能把它从这个公司当中提取出来，然后让这个 AI agent 来试图 replicate，就像这一个 expert 一样，从上到下。OK，我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我现在要看这些东西，然后才能推到下一步。我们想去 replicate 这一套过程，这也是我们认为就是过去也没有 try 过，这是人是这样去来 solve 的问题，也是我们认为 GenAI 可以做到，因为这些 data 都是 unstructured 的，
很多情况都是散落在各个部分的，但是我们通过 GenAI 把它 reconstruct 出来，变成这样一个我们管它叫做 knowledge graph 的这样一个概念，让这个 GenAI 可以顺着这个 graph 顺藤摸瓜的找到最终 what happen。对，这个就是他会跟你说什么？AI 最后的，他可能不一定就是 actually 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的 output 是什么？是一些 recommendation 吗？还是说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一二三，对他会给一对个什么？对，这个可能我刚才 miss 了一点，就是我们今天 solve 的主要的问题叫做 root cause analysis，或者叫 triage，对吧？你在整个的 incident handling 当中，你大概就是说，OK，你先要找到问题，才能去试图去解决问题，去 mitigation，对吧？mitigate。那对于 software 的这个问题来讲，incident 来讲，80%到90%的时间你是花在 triage，你在定位，你在找到 root cause。在哪，对吧？对，就是为什么，就是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可能很简单，OK，我们就 make 一个 release，对吧？你 break the code，但也可以很复杂，你可以有 multiple 的 dependency，你有可能 multiple queue backup，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可能同时发生，所以哪个到底是真正的 root cause？最后的 mitigation，当然 mitigation 你要能 work，一定是你找到了真实的 root cause，所以它是一个 step by step 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 end goal 肯定是去帮你去做这个 mitigation，但是今天我们主要 focus 呢是这个 root cause identification 这个80%到90%的这个工作。那我们最后会告诉你，巴卡认为什么是真正的 root cause，然后同时给你非常这个 progressive 会给你一个很短的一个这个 reasoning，对吧？为什么？包括 data，因为 engineer 你一个 engineering product 很重要的是你要能 build trust with engineer， 对吧？所以你说的话你要能够 back it up， 对，所以我们要有 data 来证明为什么我们 get to this，然后on the roadmap next step，其实这个其实不完全是一个 engineering problem， 可能更多是一个 trust 和 cultural problem。当我们 build trust with engineer 以后，我们就可以帮你 take the action， 对吧？如果5次我每次都 right， 我们都是 get to the right action，right root cause， 对吧？那我们就去帮你去做 next step， 对，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你们观察到准确度怎么样？就现在在你们已经有的一些客户上，或者在你们的一些测试的一个情况下，对，就5次里面能对多少次？我们 overall 能到90%以上的 accuracy，对，然后对，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 internal 的 evaluation 的 process，然后都不需要其实我们的有很多 thoughts 在 product 的 design 当中，并不需要 user explicit 说 OK 你对了或你错了，因为最终大家还是要去就是 solve this problem， 对吧？那最终大家肯定会说，或者会either explicit 或 implicit 会说最终是为什么，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等于是 next day， 我们会来 evaluate 昨天我们所做的事情 versus 人真正做了的事情，以及真正找到 root cause， 他们之间这个success rate， 对，我们会做这样一个 internal evaluation。同时很重要的也是 feedback， 对吧？哪怕我们这次做错了，但是你这次 again 不需要 explicit 跟巴卡说你做错了，而是你真正把它 solve 了，因为你 anyway 要 solve 它，你 solve 了以后，我就知道哦，你这次是这么 solve 的，所以我就学会了 next time 我就会跟你一样这么去 solve 这个。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刚才说的80%-90%的时间其实是在找问题嘛，对吧？最终解决问题可能很简单，比方说你可能就是重启一下这个系统，可能就是 one click， 对吧？或者 roll back 一个 change， 对吧？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你要找到这个问题在哪，可能要花80%-90%的时间。那通过 AI 是不是就是把那80%-90%的时间减少到也许只有10%或者5%，就很快就能迅速定位？那真正的 fix 可能就会非常快。可能只要原来1/5甚至1/10时间就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可以这么理解吗？对吧？对 ，exactly， 对，尤其是比如说你夜里3点钟你在床上，或者Roger 说你在 mountain 上，你只有手机，对吧？你之前你是很困难通过手机去找 log 找 metrics 什么，这个几乎是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但是如果我就 quickly 知道 what happened， 很多时候去点那个东西并没有那么难，对吧？甚至我可能有时候是我要找我的 partner， 对吧？我的 dependency， 我要找 AWS， 可能是他们出问题了，对吧？那这个，但我需要告诉他为什么我们看到了
所以这个主要的时间花在了前面，后边那个部分我甚至可以在手机上、在床上就可以完成。嗯。这个还是非常 impressive 的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大规模的应用的话，对于所有的这个软件公司和 Internet 公司都是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营收方面的提升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你今天是用 AI 来分析一个 downtime 一个 incident，对吧？但其实如果你这套 model 跑通了的话，它其实可以分析的，它不仅仅是这么一个 downtime，它其实可以分析更多的故障、更多的问题、更多的 bug。那这个空间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投资人是怎么想的哈，这只是我的一对个自己的这个发散性思维。投资人是不是看对。得更远一点？就是这个，当然现有 market 已经非常不错了啊，但是 long run 你是不是看到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呃，我挺同意你说的，就是long run 我肯定是看到了，我们也是，作为早期投资人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 long run 肯定是看到了它有非常大的一个 TAM，就是就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数据，就是50%的 code GitHub 上 code 都是 Generative AI 生成的，是吧？是未来大家的描述是那个每个 agent 就相当于现在的网页。地球上有60亿人，可能有几千亿的 agent，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有，而且很多都是机器生成的，那中间有的可能调用量很小，但有的可能是国际就是整个人民的生活或者说国计民生都 depend on it，那这个时候对吧？就是当他们出现了问题，谁能来解决？也需要有 agent 来自动的 debugging 解决，这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期望吧，就是像2000年刚开始2000年初的时候，2010年初的时候，其实当时 SaaS 没有那么火，很多人其实对 SaaS 也就是对 SaaS 的整个 TAM 有一个 underestimation。他们觉得 SaaS 可能就是一个软件服务同样的赛道。后来发现，当很多的软件都上云，然后公司都上云以后，然后这个 TAM 比原来想象要大了10倍。那我对整个 AI agent 或者说未来的这个 AI 的整个经济的 size 还是非常乐观的。对，嗯。我觉得这个点提的特别好哈，以后写程序的其实就是 AI，对吧？嗯那出了问题，你找人已经找不上了，没有 Eric 这样的人能够，对吧？我这东西都懂，这东西怎么 build 起嗯来的，这怎么会 connect 起来的？等 嗯 AI 开始自己编程以后，可能这都是 black box to everyone。嗯。然后当你出了问题以后，你只能指望 AI 能够把这个问题找到，他自而己且而且，没办法其实做出事儿来。从 long run 来讲，它其实是有一个 feedback loop，对吧？因为其实在这个软件行业，大家或者说在这个 SRE 这个领域，大家会说，先是 mitigation，对吧？出了问题我要解决问题，那这是我们今天主要 focus 的部分。但是 next step 就叫 detection 了。那我希望下一次我需要更早的可以知道这个问题。那这里的话就需要 OK，那你到底 miss 了哪些 metrics，哪些 observability？那这个就需要你或者我们作为一个 production 的 AI agent，告诉这个写 code 的 AI agent，我缺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下次我需要先知道这个，这个是 detection。最后的终结叫做 prevention。当我知道了我这个 system 在什么地方经常容易 fail，我才能去非常 target 的去 optimize 我的 code。对吧？我这里说的不是说我的 code 写的有个 bug，对吧？这行逻辑什么那个 new pointer exception 这种简单的东西，更多的是你可能 architecturally，对吧？maybe 你扣了一个 critical dependency，但其实你并不需要在 online critical 去 dependent 它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问题，again，你在写 code 的时候，你作为一个 AI 的写 code 的 agent，你是不知道的。你需要的嗯是谁在帮你 run 它的那个人，告诉你这里经常出问题。我需要类似于我这个 Baka AI 的 bot 在 review 你这个 cursor 写的 code，告诉你这里这么写经常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这么去写。所以我们认为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 healthy 的 positive loop 在里边，才可以让整个这个从生成到生产，整个这个都让 AI 来参与，可以真正跑通。嗯。其实现在我也观察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特别是生成式 AI，
大家已经在各个 domain、各个小的这个segment 上开始在研究专门的 agent，就好像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做了访谈，就是做一个网站生成的一个 AI 的一个 startup，他们的做法其实就是有那么7到8个 agent，就每个 agent 负责做一个事儿，比方说有 coordinate 统筹的，类似于一个 PM，对吧？有专门负责 design 的，有写这个前端的。有写这个后端的，还有一个 agent 负责把这个东西串起来能够跑通的。然后这几个 agent 互相之间呢，就一直在交互，对吧？就说我这里怎么样，你那边怎么样，然后我这边要调整怎么样，然后怎么的 connect 起来。我觉得你刚才描述的场景就非常像我们所刚才提到的这个场景。那 at the end of the day，从前到后，从开始项目开始创立到最后完成它。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可能有无数的 AI agent 在这个 coordinate，最后就是一个怎么讲 agent 大军自己在 work，自己在 coordinate，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呃，你们的微信里是不是这可能是一个很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场景？对，这个我觉得 AI workforce 对吧？这样的一个对，概念，其实大家也都讲了很久了。我觉得肯定in the not so much distant future，我觉得会发生的。但我还是可能更多想说，就是在 before that happen，其实很重要的还是怎么样可以有 human in the loop。嗯我觉得在 next I don't know a few year，这个还是会是更 realistic，的这样的一个 setup，对吧？这个尤其在真正 serious 的地方，今天无论从 technical 角度、质量以及 culturally，大家是否真的能 fully trust 让 AI 在这么 critical 的地方去 fully take over，都还没有 get there。而且我 嗯 honestly 不敢说，就是或者说在这个 domain，在 specific engineering 这个 domain，它可能会发生的，我觉得可能会甚至比一些 domain 会晚一些，因为 engineering 有一个很不好的点，就是它会非常的 skeptical，因为大家是非常非常 expert in what you're doing，你会发现越 expert 的人越 skeptical someone else 来 take 你的 job，对吧？这个我们自己现在在做的也经常会发现，越 junior 的人反而越 OK，对吧？你 any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但是如果我就是这个 expert，那我会 set bar 非常高，对，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么高的一个 bar 还没有达到之前，怎么样可以有非常好的产品设计以及很好的 feedback loop，能够让用户既能得到帮助，同时又不会觉得overly annoyed，然后同时还有 controllable，对吧？我需要能够 control 这个，还有 predictable，你不能这一次对，下一次又不对，对吧？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在 build 虽然很好的这个 vision 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真实的问题，就 engineer want control want predictability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现在在解决的。嗯。基于这么一个现状，你们现在你们公司目前最大的一个目标是什么？你在往前推进的方向是什么？嗯，应该就是像我前面讲，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 solve，把这个 root cause analysis 做得很准，就 嗯 reliably 的可以做到95%以上的这个 accuracy，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 accurate 是这个 coverage，对吧？就是我们能 solve 多少 percent 的问题，问题，这个两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个 Roger 应该很懂，其实是一个 precision 跟 recall 的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里边。这个两个我们都是希望能同时去 improve，对吧？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可以 solve 90% of your problem and 90% accuracy，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呃，我觉得已经就可以 cross the bar of 这个 human engineer 觉得 OK，I can trust this。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去 get there。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的 technical challenge 其实主要是在 coverage 方面。我们之前的主要 focus 是希望 OK。我不知道我就不要做了，就不要说。这个当然我们也是我们跟这个公司去合作的时候发现的。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说了一些东西，还不如不说。对，所以只有你非常确定的时候，你再去做。但当然呢，这个如果 coverage 太低的话，别人
大部分人都看不到，那可能也觉得 OK，你没有那么有用。所以这两个嗯都是很重要的。你既要 cover 的多，同时你又要准所以这两个 metrics 是我们主要核心的在 track 的两个 metrics。嗯哼，了解。你是不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就是 domain expert 的这个初期的一个 input，才让这个 coverage变得更多？还是说这个 AI agent 可以自己的 evolve，它可以自己学习？它呃，对，就是我们的核心当然是自己去 evolve，但是我们realize 一个问题也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让你 evolve。其实你怎么 initially 这个 cold start，你怎么进去，很快1周2周你就可以这个甚至1天，对吧？这一些实际的问题，对吧？对你就可以开始 do something，对吧？因为这个是一个，就像你招了一个新人一样，对吧？他如果是什么都做不了，你可能也不愿意教他。然后，但他如果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你就愿意教他。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loop。对，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 coverage 问题，主要是在于怎么能 cold start，怎么能在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利用你历史的数据，在没有任何的之前的交互的情况下，能够嗯学到你们的 domain specific 的逻辑。呃，对，我们也主要就是通过过去的文档呀、聊天记录啊，所有我们能 get our hands on 的这些 artifact 来进行学习，然后学到一个足够能上岗的一个程度，然后他就开始上岗，然后再开始每天在不断的学习，再来进步。当我们提到这个学习的时候，我好奇问一下，因为很多时候你们 on call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 channel，对吧？Everybody is in that channel，然后大家就在 channel 里开始聊啊，我 check 了什么什么没问题，对吧？谁 check 了一个那个什么，然后有可能是什么，谁去 check 一下什么东西，大家可能会在讨论。呃，这个东西 AI 能很快的学吗？就是它能够就是直接读这个聊天记录，能够比方说能够复盘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然后能够 get it 吗？对你基本上就这个 unveil 了我们的 secret sauce。哎呀，对，我们的 secret sauce 就是在试图复盘过去发生然后我们主要是做的是一款在 Slack 里边的一个 interaction 的 bot，这也是大家今天所有 engineer 去 solve 问题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会去 go through 你所有的 Slack 的 history，来找到过去你是怎么去 solve。那一嗯次谁说了什么，最后这个人说的这句话，找到了这个东西，真正就是那个 root cause。是这个 idea 了，当然是这里边有很多的 tricky 的地方。首先，大家这个说什么的都有，然后这里边的这个真正的那个 truth，其实是比较难去找到的。同时你还要 realize，就是说什么和做什么是完全两个层级的问题，对吧？就是你说 OK，我 check 了这个东西，我下次告诉你你应该 check 这个东西，that's easy，对吧？这个都是 text 方面的。但是我说我真正 check 了这个东西，然后我作为一个 learn 的人，我下次可以跟你做一样的事情，这就是 the next level 了，对吧？我需要嗯真正的知道你后边你到底点了什么，你到底，check 什么怎么 check 的，对吧？对，你是怎么 嗯 check 的？对你到底看了什么东西？这里边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complexity，所以这个可能也是partially 回答你前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这套 general 方法论，对吧，是学习啊内部知识，然后能 apply 到 future，它是比较 general 的，但我们的很多的 engineering work 都是在这种非常 deep 的 integration，这根据你用的是 Datadog，对吧？你用的是 Grafana，你用的是 Prometheus。你用的是不同的这些 data source，你 check 的方法会不一样。那我们怎么能学到你当时是怎么 check 的这个部分？这个有很多非常非常怎么说呢，not so sexy 的 engineering work 在里边，才能 make it happen。对。哎，我觉得这个过程太有意思了。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你看着一个 AI 的一个 agent 像个小 baby 一样，对吧？不断的学习，不断的 learn，不断的做更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又看看自己，对吧？这个很快就要被 AI 给这个取代的不剩下什么核心技能了啊，大部分的 AI 都能做。但是又很想，就是又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看着这些 AI，所有的 AI 的这周围的这一个一个都越来越聪明，能做更多的事情，就觉得非常 impressive。
我不知道咱们 Roger 大投资人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当然，financial return 我知道你们肯定都很希望有 financial return 啊。除此之外，你们在看待这个事情的这个 involve 的过程中，你们会更看重什么东西，或者说在这个 domain 你们会更加关注一些什么点？嗯，首先几点啊，就是呃，这一轮实在是就是每一天的development 都太快了，对吧？就真的，是在不断的加速，大家看到这个真的曲线，对吧？太夸张了。从投资的曲线到 AI 能力的曲线，再到各个公司收入的曲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吧？就是以前可能每年只会呃要很多年才会有像 Cursor 这样那个年收入几亿美金产生一个年收入几亿美金的公司，现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嗯，所以作为投资人来说，也是在不确定性中找一些那个确定性，或者说在我下决心创立基金的时候，其实当时在想的是，这一轮最大的 risk 就是呃，关于 AI 能够创造的价值是没有 contrarian view 的，所以所有人都有非常大的都非常坚信这一点。但是 嗯，Eric 刚才其实 reveal 了一个很好的 secret sauce，就其他如果还在探索创业的同学，就是也都可以，就是我们的 view 或者说是大家说在 OpenAI 这么强大，对吧？就那个这些这种 foundation model 公司这么强大，融了这么多资源，然后事后你想要该怎么样找到机会？其实就是 context 跟 knowledge。是这个价值是可以长期被积累下来，然后是你的 key 的 differentiator。所以当你搭建产品的时候，对吧？就想到怎么样能够更好的 capture context 跟 knowledge，然后specifically non-public yeah context，yeah 对吧？对。嗯，是的，对。就这点就是可以大家都可以往这方面多思考，在不同的行业中找到它的机会，对吧？最后嗯，就是呃不会用 AI 的工程师会被把 AI 用的很好的这一部分工程师给取代掉，对吧？所有还人有不会用 就大家都 AI 的要学，工程师吗？大家现在都要学 Vibe coding，对吧？你下一个对以后新的 interview 现在就是大家也都在讨论，对吧？有了大量的作弊工具，那个其实很多有就是 move fast 的公司也在探讨一些新的这种就是 pro 那种这新的形式来 evaluate。对，我有朋友，他们的公司就是 interview 的时候已经是，嗯不让你就是闭着眼睛写 code 了，而嗯，更多的对，是允许你用 AI，就是你可以用 嗯 AI，但是你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嗯已经是 give up 传统的这个 interview 的模式，去嗯那个新时代的这个 interview 的形式已经出现了。嗯嗯对，我很想再就让 Top 刚才 Roger 讲的那一点，就是我们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可能很重要的一点也在想，就是哪些工作是真的你是 rely on word knowledge 的那这个可能大概意思就是说，OK，你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外一个公司，你可能可以涨薪，或者是你可以很快的就融入到那个，你就可以 start working。对吧？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 proper 的 example，比如说 doctor，对吧？你从一个医院的 doctor 挪到了另外一个医院，应该不会有对你太大的区别，你还是在利用这个对人体的知识。我们认为这一部分的工作 foundation 的 model 只会越来越强，然后作为 startup 来讲，你没有任何的优势在 data accumulation 的方面，可以跟这些 foundation model provider 去竞争。而且往往这些都是trillion-dollar 的 market，也是这些 foundation model provider 会去 focus 的部分。所以，我们主要在想，就是哪些工作，你从一个工作到另外一个工作，你几乎就是要从头学，你之前的 knowledge 就不太重要了。这个可能是一个 criteria 吧，就是如果大家去思考这个 non-public domain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的时候，对，就分享一些我们当时你是的想法。说这个 non-public domain knowledge 在 AI 的时代下，对于个人来说是更重要的这么一个技能？对于创业公司来讲，我认创为是业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这个切入点代表的是，无论 foundation model 多么的强，
它都无法去 solve 你这个问题，或嗯者甚至说它变得越强，你是可以 ride on top，你会变得越来越好，但你永远不会被替代，你反而有了你的加成。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过去2年创业，我们最早的时候创业的那会儿，就是也只有 GPT 3.5这样的一些非常 early 的 model，当时做很多事情都很吃力。然后我们自己一直也在研究怎么可以让 model reason 的更好，包括现在做的一些这种 computational 的一些 computing，我们自己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 model，我们只能在外面去做，但其实这些想法都和这个 industry 在 move along 的 direction 是一样的。我们所以非常 excited，像 O1 model，包括后来所有这些model provider 都开始进行 reasoning 的 effort，这就是 exactly 我们需要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嗯，每一次 model release 的，我们就 get better 了。更强嘛，这个 feeling 当然要比 model release 的我们就被 irrelevant。replace 了。对，因为这其实是，如果时间拨回1年前，那个时候 AI 创业，大家脑子里更多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做一个 AI agent，指不定明天 OpenAI 这个 嗯，ChatGPT 自己就能做这个事儿了，对吧？马上我这个就死掉了，这是那个时候大部分人想的事儿。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看到更多的 agent，就是当这个 ChatGPT 或者这个LMM involve 了以后，变得更聪明以后。它的这个工具本身更 powerful 了，它并没有被这些 model 取代，反而是如虎添翼。我看到更多的例子，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这个 ecosystem，然后可以把整个的 industry 能够带到一个更新的高度。这可能大部分原因是之前那些做脚手架的工作都你已经看不到了，所以你才看到了这么多 agent。都已经被 replace，就已经就已经被消失了，是吧？拍在活下来的都是没有被 replace 的。对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思考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往往强调你的这个 transferable skill，就是说你这个技能是不是 transferable。如果你有很多可 transfer 的 skill 的话，对吧？你这个人的路子就很宽，对吧？你可以跳槽，在这个新的公司、更好的公司，也可以发挥你的能力。但现在 AI agent AI 时代来了以后，发现反而是这个形势一下就反过来了，你就越能 transferable 的这个 skill 就越容易被 AI 所替代，反而是一些这个 specific domain 或者是一些 specialty 没办法被 AI 取代的，反而能够更好的 survive。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变化。是可能是 AI 出来之前没有人真正想到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观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对，我觉得可能更就是 related 的，我也挺想听 Roger 的看法，就是对现在有很多这种 general agent，对吧？general agent 的一些可能更主要面向 consumer 这个方向的一些 effort。我不知道你对 general agent 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有2类的 general agent，对吧？一类是自己有很多 planning 能力的 general agent，比如说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他们会不断的去evolve。这类的 agent 还是非常 powerful 的。那其实市场真正的 general agent 是不多的。其实大部分你看到的其他的很多 to C 的产品，还是一个 well engineering 的 product with a well engineering 的 chain of thought 加上 prompt。呃，这类的 agent，短期内可以靠 fill in 这些，就是我说的真正的 real agent 的一些 gap，比如说有一些产品把to use 做得很好，那解决 fill 了这个 gap，那能够很快的去获得用户。那剩下的就看是，这部分用户他们能够很好的把它保留下来，当这个因为这本身作为一个对话框的产品，你的那个客户的忠诚度是不高的，所以你如果你需要能够真正长期解决用户的问题，让用户留存下来吧。就是但真正evolve 的话，他们的产品路线肯定也是没有错，在没有那么多资源的情况下。
那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可能会有这些更多的开源框架，也能够让他们的能力去持平。那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这种长尾的问题，这种 general agent 的确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是就是但作为大家头部常用的一些 action 或者说一些 APP 的话，那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产品 focus，more specific agent 会有一些还是会 dominant 吧，还是能够保持他们的优势的。对，嗯哼。对。你会考虑投一些这个消费方面向的或者面向大众的General AI Agent 的一些 startup 吗？我们有在看，也有做一些参与吧，但是嗯就是我们还在考虑的，我们可能对这类的投资更多的长期的是考虑它长期的一个 differentiator 在哪里，嗯哼。然后就是如何是不是会在巨头的航道上呢？这样的话就比较危险，我们会避它。哪些是巨头的航道？跟我们透露一下，哪些航道是巨头的这个面前马上就要被 crash 了？两个航道吧，对，就嗯肯定就是一个就是 personal 的 assistant 是吧？还有一些大嗯的这种品类，对吧？content 这种品类，那剩下的还就是在这个还有一个就还是智能发展这条曲线嘛，它能够把就是知识工具，对吧？这也是对，这也是是肯定是最竞争最激烈，也是价值嗯最高的。嗯哼。所以你觉得这个大的这些 language model 在发展，它自己本身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这个 cover 的？或者像 Apple 这样的公司，嗯对吧？对，嗯，虽然 Apple 一直做的不太好，但是它还是有这样的对，入口。对。是。你这个 Apple 一直走的不太好，你这个话嗯，说的，Apple 情何以剪了吧。我觉得你这个一直可能是从这个2015年以后这个一直哈，就10年再早10年前就 this different story。我觉得 specifically Siri，你说 AI 的产品，OK，对，但这个 Siri 做的那么早，对吧？这个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没有搭上这个东风。我个人确实也可能没有那么看好 General Agent。我觉得这个 Agent，我认为核心的还是对工作流的理解以及能 how deep 你可以 integrate 到大家的工作流当中。然后这种 deep 的工作流，往往呢是 domain 的 expertise。对，这种 general 的 maybe 很 fun，对吧？你可以很酷的 demo。但我觉得，对，我可能看不太到特别强的这个 moat 啊或者 differentiator 这个点。嗯嗯。嗯，短期只能内吧，起码 Agent 现在还没有它的AlphaGo Zero 的那个时刻还没有到，可能3-5年，对吧？3-5年后到了以后，我们可以再看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就是 surprise 人类的他们这种自己的 chain of thought，对。嗯。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跟2位一起来聊了一下巴卡 AI，还有我们 in general 对整个 AI 行业发展的一个现状的一个讨论。我觉得每次跟嘉宾们聊 AI 的 agent，就像前面 Roger 所说的，这发展太快了，每次聊才过了几个星期，甚至1-2个月，就发现哦，又有很多新的东西，有很多新的 idea，有很多新的 evolve。我觉得在这个 moment 能够，甚至因为你们可能是参与者，我是旁观者，对吧？都感觉非常 exciting。This is a great moment，in the history。也是感谢2位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个这个话题。希望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这个，尤其是 engineer，对吧？对，如果你不想那么苦逼的在 on call 了，对吧？可以联系 Eric，看看能不能让 AI 帮你们快速的 identify 你们的问题啊。然后 Roger 也是非常资深的投资人哈，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去联系 Roger 啊，给我们这个发邮件或者是发消息啊。好，那今天非常高兴，感谢2位的时间。
我们有机会我们下次可以再接着聊。好，好的，谢谢，谢谢，感谢谢邀谢两位，请我来，谢谢，拜拜。拜拜。拜。